李长寿笑着点点头，看向前方那九湖状的山峰，目光流露出几分期待。看这次能不能遇到万凌云前辈吗？强求反而不美。丹顶峰上花2朵，筑气炼丹各1家。这个峰头之上，炼气士的数量并不算太多，只有100多人，包括3位天仙长老、30多位真仙、元仙，以及10几名弟子，其余的尽是一些杂役弟子。李长寿与九巫落在丹顶峰半山腰待客的小院，就有杂役弟子前来引路奉茶。很快，一位身穿蔚蓝长袍、头束八卦道冠的男真仙前来碰头。这位男仙体型稍圆，面露富态，像极了丹药吃多后遗症。九巫师弟，这几年怎么来这边少了许多？九巫叹道：哎呀，总是被派出去东奔西走，片刻都不得清闲。这还不是师弟你得内门信任吗？圆脸仙人笑吟吟的，看脸李长寿就做了个请的手势。百凡殿已给了令谕，刚好有几口闲置的丹炉，我带你们去挑选。李长寿站在九巫身后，虽然比九巫师伯高大许多，但也像是个空气人一般。九巫也为李长寿做了介绍，这位圆脸仙人名为柳飞仙，与九巫一般，也是门内执事，平日里负责处理丹顶峰的杂物。李长寿行礼，称呼一句师伯，柳飞仙也笑着勉励李长寿几句，随后就与他没了多余的交谈。3人自小院驾云而出，不疾不徐地飘向一处幽谷。柳飞仙和九巫一路闲谈，李长寿在后面眼观鼻，耳听心，周围景色都未多看。幽谷外围有一座大阵，隔绝外部仙石查探，且有一定的防护效果。入得大阵内，花香鸟语入鼻耳，处处仙光流转。一片疏林点缀了数十处小楼草屋，此时大半都开启了屋外的阵法，其内的仙人弟子应当都在修行。曲径通幽处，林间伴笑语，比起自家的小琼峰，这里确实是看起来要富有那么一些。跟在2位真仙之后，寻到了一处阵法遮蔽的大屋。柳飞仙很快就关阵开门，能见其内各处堆了些尘土，几寸丈高的丹炉摆放在角落中，各处还有一些蒲团杂物。李长寿一眼就挑中了其中的一座丹炉。这座丹炉本身的材质不如原本自己修补的紫金大炉，但却是崭新之物，其内该有的禁制一样都不缺，总体威能比炸堂的那只高了些许，这也算不错了。毕竟他一个明面上的反虚境弟子，也用不到太好的丹炉。一旁九呼却是露出了几分笑意，在旁笑骂：六师兄啊，你给的这几件丹炉也未免太小气了些啊！长寿师侄这次可是立了不小的功劳，门内奖赏也是让他来丹顶峰自行选取一口炉子。来的路上我这面皮可是抻出去了，你可别想这般轻易就把人打发了。刘飞仙的面色有些尴尬，忙道：师弟你早说不就是了，来，咱们去另一处。李长寿心底对九呼道了一声谢，刚想说一句这里的炉子就够用了，又突然听到了一声轻疑自门外而来。长寿，来的可是小琼峰的弟子长寿。九巫一怔，柳飞仙一愣，李长寿的心底却是一喜。一缕微风飘过，门外多了一名拄着拐杖的清瘦老者。那拐杖包裹着一层铜皮，这老者皱皱巴巴的面容也有些冷硬，但他的双目炯炯有神，灰白长发无风而动，身上的道袍散发着少许刺鼻的味道。万里云长老。柳飞仙和九巫连忙向前行礼。
九无忙对李长寿传声：“这位是丹顶峰长老，你喊一声师伯祖就是了。”小琼峰弟子李长寿拜见师伯祖。这老者点头回应，嘴角颤动着，挤出了一个看起来十分阴冷的笑容。那柳飞仙和九无齐齐一哆嗦，下意识地向后退了2步。他们这是怎么就惹到了这位平日里极少外出走动的毒仙了？万凌云却是没有半点寒暄，直接就指着李长寿问了句：“护心丹如何炼制？”总算来了，我几年前埋下的伏笔。李长寿沉吟半声，低头保持道一的姿势，口齿清晰却略带紧张的神色，口中说道：“按各药比例，取灵狐心尖血3分，啄木草1分，密乌断魂草2分，红鱼草1分，辅以飞寨水少许，无垢粉少许，以冷火锻炼6个时辰，可得护心丹。”万凌云长老缓缓点头，嘴角的笑容变得更加的吓人了一些。若加2分石兰粉，盖幽火炼制12个时辰，为何物？明湖散心丹。若去掉密乌断魂草，该加3分丹阳莲粉，2分飘霜沙，以白明火炼制24个时辰，为何物？李长寿沉吟几声，这一次的沉吟时间略长了一些。一旁的九无顿时有些着急，连连对柳飞仙使眼色。柳飞仙却是不断的小幅度摇头，示意九无千万别说话。这位长老口渴鼻屎就能毒翻我们2个真仙。门外，万凌云长老的笑容越发的阴冷，双眼也略微眯起，其内金光闪烁。九无不断的斟酌话语，他对这位长老当真是不熟，但看此时这位长老的眼神，怎么看都像是要容了这李长寿，而偏偏李长寿此时答了一句：“一颗无用之丹。”九无的嘴角顿时一阵抽搐，立刻就要向前替他求饶，但是万凌云长老的笑容却在此刻隐去，面露正色：“为何无用？药性中和了。”李长寿皱眉，白明火本就温和，且属中性火，而此时的丹方中寒热中和，各药材药性抵消，虽可以成丹，但却是无用之丹。哦。万凌云拄着拐杖向前迈了半步，九无连忙向前做道一行礼：“长老，这个年轻小辈深得弟子师尊看重，若是冲撞了您，还请看在弟子师尊的面子上多多担待。”万凌云瞥了这矮道人一眼，并未说话，只是继续看向李长寿，问道：“你刚才说了药性2字，这些明明是毒物。”李长寿露出了少许紧张之色，却是低头俯身，说出了那句已经等待了几10年，依照这位长辈生平事迹得出最有可能戳这位长老心窝子的话：“毒乃药之属，亦如烹饪菜肴，有酸甜苦辣之味，药亦然。”这大屋顿时安静下去，柳飞仙扭头瞪着李长寿，目光中也带着几分急色：“瞎说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毒与药如何混为一谈？”而九屋感觉到一双目光从自己头顶落了下来，这矮道人抬头一看，刚好看见万凌云那双狭长的双眼，以及万凌云嘴角那僵硬的冷笑。老者道：“我借他几日，可否？”您请便。万凌云点了点头，对李长寿道了句：“你随我来。”李长寿低头应是，对九无和柳飞仙行礼之后，缓步离开此地，低头跟在前面老者身后。还没走10几步，那万凌云长老又扭头问了句：“
玉明丹怎么炼制？啊，弟子只知残方，主材为幽冥忘川水3分，最少1000年份，最多3000年份的鹰绸兰花蕊儿2朵。鹰绸兰为何必须1000年份到3000年份？啊，药性哪怕不会相冲相抵，总不免互相影响。年份太高，药性太烈，极易破坏丹内的平衡。弟子看一经文之上有写，炼丹并非年份越高越好，合适最重要。那经文你是从何处看来的？道藏殿外殿有几个书架上有不少关于炼丹的经文，弟子细细品读，也琢磨过许多。莫非那些读经有您老人家所著？不错。微风带来的话语声中，这一老一青的身影消失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九湖长长的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刚刚这位天仙长老并未显露半点天仙威严，但毒死过天仙这5个字儿，就当真让人浑身寒毛直竖啊！一旁那位微胖的仙人凑了过来，传声问了句：“这小辈儿什么来头？我可从未见过这般和颜悦色的师伯。”啊？你管这叫和颜悦色？九湖瞪脸柳飞仙，刚想回答，随后想到了什么，顿时一阵摇头。别问我，我啥都不能说呀。柳飞仙头一歪，眉头紧皱起来。半个月后，傍晚时分，李长寿驾着白云，面容平静地离开了丹顶峰，朝着自家小琼峰而去。一路毫无波澜。他回到小琼峰时，有秦玄雅也早已不在。回了丹房，在储物法宝中掏出了一尊2丈高的漆黑丹炉时，面色也没有什么异动。等他开启周遭各处阵法，使偷梁换柱，以纸人守在此地，自己钻小孔进入地下密室，绷着脸坐在书桌后，左手在桌面拂过，一只只玉牌，一瓶瓶玉瓶摆满了桌面。李长寿微微一笑，心底感慨万千。总算是榨干了这位长老的毒精，还得了这位长老大批的毒丹灵丹。但也因此欠下了一个大人情，以后必须要找机会还上了，了断这份因果才是。这些毒经对于李长寿来说很重要，而这些万凌云长老让他拿回来作为样板参照的毒丹更为重要，因为这能解决李长寿的一大难题：如何对门内解释自己今后万一要用到的那些能够毒杀天仙的毒丹到底从何而来？那直接就说是万凌云长老赐下的就是了。这世上哪有什么白捡的机缘，无非就是一场跨越几年几十年的谋算。这位毒仙长老，心底浮现出了这位长老那招牌式的僵硬的冷笑，李长寿的微笑更加浓郁了一些。其实性格也蛮可爱的，最新单独之道，并无太多的心机杂念。突然间，李长寿感觉双骨之间有些痒，类似于前一段时间经常会出现在胳肢窝的痒痒劲儿。什么鬼啊！李长寿头一歪，心底连忙驱散了这位毒长老的身影，细细感受着自己的状态，确定自己取向并没有任何问题。吓他一跳，他还以为自己看了白眉老后图的缘故，就突然有了什么莫名的癖好。随之李长寿一阵皱眉，我这是怎么了？最近身体一直有解释不清的异动，成仙之后的仙机当真要好好巩固一番了。片刻前，天庭月老殿。月老，你就是个管姻缘的神仙，你懂什么男女之情啊？前殿
有一个醉酒的天将在那儿嚎啕小哭。月老满脸无奈之色，也只能在那儿说着一些安慰的话，却是完全不敢松口，许诺帮这位天将牵红绳。当差万年，月老啥事儿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见多了。他只能在那边不断的安慰，说一些道理，然后联络其他的天将来处置此事。姻缘主要是靠自己努力，想跟那位仙子产生一些美妙的故事，必须要从长计议，用心去打动。在此之前，月老正在修补此前被玄都大法师捏坏的那只泥人。泥人是天道之力所化，时刻有天道感应，虽然可以修补，过程却十分的复杂。重点是要将这泥人暂时从姻缘轮盘中踢出来，修补完成之后再加回去。刚刚在月老即将完工时，这天将突然来哭诉了。因为泥人不能太长时间离开这姻缘轮盘，月老将最后一点十分简单的拼装工作交给了2个弟子，自己出来应付应付。后殿中，2个童子小心翼翼地将泥人新的左臂装上，整个泥人飘出了一缕玄妙道韵，瞬间融为整体。然后小一点的那个童子指着桌上还剩的一点点泥巴，小声问：师兄，这个怎么办呀？糟了，肩头那里接错了，留了个小缝，完了，塞不进去了。那师傅会不会罚我们？大一点的那个童子沉吟一声，面露思索之色，把手中的泥人上下翻看了一遍，顿时眼睛一亮。他发现啊，这泥人的底部因为双脚略微的岔开，宽度刚好合适。和小童子对视一眼，2个人一起动手，小心翼翼的将那一点泥巴塞在脚缝里。